近期的南海局势不大太平，不但有菲律宾主动邀请美军进来搅动局势，越南那边也是趁机开始搞小动作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，我是虎妞。近段时间，南海海域的各种问题可谓一个接一个，连续不断。先是菲律宾在我国的南海岛礁附近各种搞事情，又是派海警船袭扰，又是倒打一耙说维护主权的中国海警欺负了他们。这还不算完，菲律宾方面随后更是变本加厉，直接公然邀请美军进驻菲律宾，主动为美军提供距离台海非常之近的军事基地，在实际行动上为美军战时快速介入干预台海提供便利。另一方面，或许是看到了菲律宾邀美军介入搅浑了水，觉得中国对付美菲联军有些自顾不暇，自以为这是个机会的越南最近也是动作不断，不但对先前非法占领的我国岛礁进行大规模扩建翻修，给岛礁上增设军事设施，准备加派更多重型武器装备进驻，还出动挖泥船吹沙填海，准备扩大岛礁的影响范围。与此同时，越南海军那边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作。根据越南海军的动态来看，2艘老旧的破烂坦克登陆舰 HQ503 和 HQ501 现在又被越南海军拉出来搞出海训练了。要说这2艘坦克登陆舰，那可颇有来头。早些年间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援助给南越的武器装备之一，后来美军在越南撑不住了，撒丫子跑路，南越没了美军的保护，随即实力不知战败，手里这几艘美制坦克登陆舰被北越缴获，也就到了现如今的越南手里。时过境迁这么久之后，这2艘老旧的坦克登陆舰显然已经没什么战斗力可言，说实话都是可以进博物馆的装备，就算留在现役装备序列里，那也是凑数的，真指望这玩意儿能打仗，显然不现实。另有一事值得一提，越南此次拉出来的这2艘老旧坦克登陆舰，和菲律宾老早以前开着冲上仁爱礁，后来还赖着不走的那艘坦克登陆舰，实际上是同一系列的舰艇，都是美军的上古老破烂。在考虑到现如今的南海局势不太平，不管是菲律宾还是越南，都在以实际行动对我国的南海岛礁表现出野心和非分之想。如此来看，越南海军这时候把这2艘没啥实际战斗力、进博物馆都嫌老的破船拉出来，非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，那就很有一种菲律宾行我也行的味道。一边给非法占据中国的南海岛礁吹沙填海搞扩建、搞军事进驻，另一边看起来还对新占几个岛礁存在非分之想。既然菲律宾搞登陆舰冲滩，占了仁爱礁不走这么些年，实力比菲律宾更强的越南想效仿照做，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越南手里这些美制坦克登陆舰，那可是实打实的在和我军交手过程中吃过大亏的。当年南沙海战，狂妄自大的越南海军遭到中国海军的迎头痛击，损失惨重，其中就有一艘舷号505的坦克登陆舰遭我军重创，漂浮在海面上，完全失去了战斗力。家底儿薄的越南海军不想损失这么一艘还挺大的船，随即就把这艘被打飞的破船往回拖，结果拖着拖着，在半道上因为船体伤势太重，最终落得个进水沉没的下场，可以说是被我军所击沉。当年的中国海军还很弱小，装备老旧，但仍有和越南一战，捍卫国家主权与利益的坚定决心，并最终战胜了敌人。现如今的中国海军早已今非昔比，各种万吨级以上大型主力舰型号齐全，战力强大，根本不是越南海军那3瓜俩枣的家当所能相比的。如果越南海军妄想着开这样的破船来碰瓷儿，那只能说当年的下场是被解放军击沉，如今的下场也还是一样。再者，现阶段对付前来挑衅的越南舰船，很多时候甚至都无需解放军出手，实力同样强大的中国海警一样有能力应对。
在接装多达20艘从中国海警退役转隶的056型护卫舰，并新建下水了多艘万吨海警驱舰后，中国海警的实力如今已经来到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第1位置上。论综合实力和舰艇强度，总吨位比越南海军都要强到不知哪儿去了。同样的，也比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都要强大。只要越南人不开第1枪，搞海上对峙，甚至舰艇冲撞，中国海警都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自如。要是越南人真敢开第1枪，搞擦枪走火，那势必会品味到比上一次南沙海战更加惨痛的教训。